YF29是 F 形态下我最喜欢的飞机，前掠翼，自带 SP 包的4引擎 ，BOD 水晶。当年翅膀人阿尔特剧场版开着出来的时候，真的可是太震撼了。但早乙女机一直都贵得下不去手，结果没想到老麦克斯接着马三角的剧场版就给开出来溜达了一圈，然后万代反手就变相再版，于是这架29也一下就变成了性价比之选。29的翼尖是可以上下摆动的，并且有3段的限位。机翼的引擎也可以做到360度的矢量翻动，然后引擎翻回原位时也有一段限位锁死。机翼也有折叠收纳和拉伸的设计，尾翼也有一段折叠转动。机背部的炮在 F 形态下也是可以翻出来的，这个设计就真的很讨喜，增加了整体的科技感，并且顶炮有2段的拉伸机构，整个炮也是可以旋转的，就是有一点点紧。整个 F 形态下的造型涂装都是非常漂亮的，但是机身的缝隙就非常大，全新拆开的时候就这个样子，怎么调整都弄不好，不由得让人怀疑是不是万代的模具精度下降了。另一个值得一说的就是这个 SP 背包了，毕竟老麦出厂的时候就是带着 SP 包的，这个扣在机翼引擎处的造型是真的很好看，并且 SP 包的上方也加了导弹舱的细节。尾部的2个推进器是直接卡进卡槽内的，推进器尾部的喷口也是可以拉伸展开的，屁股的盾牌也要加一个更长的造型盾牌，让机体显得更长更厚。推进器前端的进气口还要加装一个零件，算是增强机翼部分的造型补充。记得5年前买早乙女机的时候，1400只给一个飞机的本体，机身全身亮面塑料几乎没有涂装，二手还发黄。如今不仅改了磨砂材质的塑料表面，加了各种遗印涂装，甚至还带了 SP 包，有点良心到害怕万代觉得不够赚钱，最后会不会把这个系列就砍掉了。还有一些小细节，比如这个双人座舱是可以切换的。除了模具问题，我觉得 F 形态做的还真的是蛮有诚意的。首先取下盾牌，然后抬起尾炮防止干涉，解锁机翼与脚部的锁扣向上翻折，解锁后的2条腿向下翻折到最前方，拉伸2个腿的膝盖部分，然后拉伸脚踝部分到最大的长度，然后解锁机翼前端的固定零件，接着就能将2条腿完全解锁，然后与机背部分离。之后解锁手臂，将整个手臂向前翻折，这个地方的关节是涂装，小心避免蹭漆，然后一定要好好调整手臂的整个方向，这里的肩胛是非常容易崩飞的。机背部有一根固定桩要翻折下来，这根杆子要插进胯部的动力固定。之后就要将2条腿重新卡回机腹部，用力按进卡扣里就好。固定好后的机形态腿部是非常牢固的。最后将进气风扇的盖板卡回去，盖板涂了金属漆，但是我这个非常难卡住，一用力又掉漆了。29的钢 pod 应该是继承自27的，并且直接展开的话，瞄准镜还有小联动的弹出。枪管的前端也要裂口展开，不过没有给限位，所以之后摆造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。盾牌也隐藏了小机构，前方可以展开。之后就能拿出经典的配件小刀，收纳在里面了。盾牌的安装方式也是插装连接，之后调整下造型，机形态就完成了。不过总的来说 ，YF29的机形态个人认为并不好看，说不上来哪里不对，但就是觉得有点丑，所以最后也只给拍了3张照片。首先打开起落架的舱盖，之后把机头折叠到架舱处，再次向上翻折两边的机翼，之后把腿部与机腹部再次分离，把2个腿重新捋直，这里忘了拍了，大家记得要把脚踝的拉伸也给收回去。
把之前 G 形态的支撑杆放回去，然后捏住机头对它进行一段弯折，人形头部的位置与机背部也要再折叠一次。从下方往外推头部，然后用力将整个衣领的部分拉到位，用手把脖子的部分完全顶出来，最后再抓住头部往外拉，直到全部拉出，再把头转正。我这个地方异常的紧，把头顶出来的时候手指也被戳伤了，大家要注意啊。把机头的部分向上转，然后收纳进胸腔内，用力扣紧胸腔和机头，这里有卡扣限位，机背就没有卡扣了，直接下翻就好了。腿部的变形比较麻烦，注意看我的操作。把整个大腿一边转，然后一边抬起大腿内侧的金属件，一直转到胯部完全折叠上去。这时候胯部的洞就对应了大腿内侧的桩，用力扣进去就好了。最后将胯部与座舱部转开，来一个挺胯，然后调整一下细节 ，B 形态就完成了。B 形态的设计还是非常帅气的，老 B 做的机器人形态确实不会让人失望。不过变形的整体流程和新时代的 VF31系相比，还是存在很多老旧的机构的。比如说机头收进起落架舱那里就比较的穿帮，而且除了变形机构以外，老模具在很多地方做的也不是很到位。比如这个一碰就掉的肩胛，完全使用金属小球关的手臂与大腿。不管是时间久了的磨损，还是把玩体验来说，这些设计都是很让人诟病的。而这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装上 SP 背包后，这个胯部非常的松。当然这都是很多年前的设计了，也不知道万代能不能良心发现一下，重新改良一下它。除此之外，我认为 B 形态也是帅气和诚意非常充足的。而且肩胛和大腿两侧的展开导弹细节也完全没有阉割的给了。总之，综合来看，1200的全新这个价位带 SP 背包，真的算得上是现在的良心了。对我这种型号制霸党来说，就非常的友好。那么这次就到这里啦，大家记得一键3连支持一下新人 UP 主呀！谢过各位观众老爷啦！